汤姆劈树究竟有多大的力？汤姆这个时候到底有多痛？我很好奇。计算受力，首先就要进行受力分析。树干劈开了两半夹角为 25.3 度，此时的视角是斜向45度，圆锥模拟视角的旋转。树干的实际角度为 35.22 度，树干上面宽下面窄，所以接触的区域是个倒三角形。汤姆此时受到重力，树干两个斜面的支持力 F1， 两个斜面的摩擦力 F2， 由滑动摩擦力公式可知 F2 等于缪 F1， 系数缪是动摩擦因素。可这是动画，我也不知道缪应该取多少呀。于是我就去买了个木头墩子自己来测，要测就要劈成两半，商家不给劈开，我的斧头还不够力，这个菜刀又太小了，我也劈不开，完蛋，我又买了一把锯子，锯了半天终于锯开了。我发现汤姆劈树的时候周围有碎木屑，而且有锯开的声音，这不和我一样吗？所以我感觉与其叫汤姆劈树，还不如叫汤姆锯树。至于是怎么锯的，这个估计只有汤姆自己才知道啦。我找到一块带毛毛的地点，把木头的镜面放在毛毛上匀速滑动。这块木头重 0.63千克，压力 6.174 牛，滑动摩擦力 4.8 牛，缪值为 0.78。由此我们知道了 F1 和 F2 的关系。最开始我以为汤姆毕竟是血肉之躯，不会像斧头那样有锋利的刀刃尖尖，所以我认为这个倒三角底部会有一点空隙。汤姆劈树主要靠斜面对两边木头的压力实现，把树干受到压力和摩擦力分解，水平方向力为 F1 cos 1 α 减 F2 sin 1 α， 正是这个力让树干向两侧劈开。这让我想到了木头的力学性质。按照最新的2009版本康皮尼国家标准，木材沿镜面劈开，两边受到垂直于轴线方向的拉力，这不就是一个劈树模型吗？康皮尼等于拉力除以宽度，树干的宽度可以以猫猫为参考系。我直接想到了汤姆求爱片里弹过大提琴，大提琴长度120厘米，那么汤姆的站立身高就为 85.49 厘米，比派蒙矮了9厘米，比大头儿子矮了 7.5 厘米。我大概是发育了。汤姆的身高居然和柯南相当接近，上次我算出柯南身高 86.92 厘米，就差了 1.5 厘米。挑篮也一样，树宽 33.60 厘米。参照我查到了中等木材镜面顺纹抗劈强度，汤姆猫的破坏载后就为 41,764.8 牛，这是水平方向的分力，结合刚才测得的缪值，可以算出猫猫受到的压力至少为 58,236 牛，相当于6吨的公斤力，摩擦力至少为 45,424 牛，相当于 4.6吨公斤力。载重1吨的卡车长这样，载6吨的大卡车长这样，汤姆单边受到的压力都有一辆大卡这么大。我把画面拼起来，这棵树高度为 15.52 米，摩擦力做工886千焦，别忘了还有两边一共1772千焦，这相当于 0.4 公斤 TNT 爆炸的当量。血肉之躯，汤姆甚至连毛都没有点燃。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汤姆猫的品种是英短蓝白猫，体长接近60厘米，重量8公斤。算出汤姆猫受到合力和加速度，劈树过程 4.625 秒，这个过程是匀减速运动，刚刚接触到树干时速度就有 36,216 米每秒。汤姆是自由落体下来的，要干到这个速度，还要从 6.6 万公里的高空坠落才行。到了太空，这些公式都没法用了呀，太离谱了。顺着这里，我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，可能不能把汤姆当作猫。现实中的猫猫是流体，而汤姆应该是钢体，钢到它可以理想化的控制自己的身体，让三角形下面有接触面积足够小的刀刃尖尖，而且一直保证不发生形变，那么顶端处的压强就能足够大，直接让这个尖端的压强突破钢压强度，两边斜面再一收缩，减小斜面的压力与摩擦力，这样就不用考虑抗劈力了。妙啊，这应该是最省力的方式了，怪不得这是一个2维动画，只有纸片人的猫猫才能做到这样。这种方式变量太多了，没法计算，算是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吧。今天我们算出了汤姆劈树力量有多大，把汤姆看作是普通猫猫的话，单边会受到6吨公斤力的压力，以及单边 4.6 吨公斤力的摩擦力，同时对下落的高度还有要求，否则就只能把汤姆看作是拥有刀刃尖尖，而且没有斜面作用力的理想钢体了。归根结底，这些都是对动画的推算，仅供娱乐。汤姆知道劈树力量有多大吗？要不顶上去，让汤姆看看。